被湿水浸泡数百年的原始森林，你见过吗？这个树下全是棺木。这是迄今为止保持最为完整的清窑洞葬群，参天古树下的棺柩随意摆放，山洞深处无人下脚的场面令人后背发凉。53刻过后，无人敢靠近此处。我们在经得在老许可后实拍记录，哪知洞内的场景氛围超过了一切电影特效。户外小北表示再也不敢去第二次。快走！现在咱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密林当中，大家看这个林子里面倒下的树，它的直径差不多有70多公分，可见这些树都是生长了100年之久。那边好多呀，就在那个位置，看在林子里面很多。这边就是传说中的清窑洞葬，就在这里呢。当地人呢，把亲人送上山之后，在棺材上面正砍3刀，反砍3刀。从此之后呢，就再也不会到这个林子里面来。目前感觉还好，就是味道很大。你把口罩戴上。我要把口罩戴上。这个味道特别大。哇！天哪！小心脚下，你们。好。看一下。简直是触目惊心。这个上面呢是布满了一些爬山虎，然后棺椁上面有一些斗笠的痕迹，那个地方还有一条鱼。就这些沙木呢，它的木材主要是沙木和柏木。然后在向阳的正前方，那些上面没有藤蔓的，就是比较现代的。看这个脚下，我们走路的时候要走这个大石头上面，千万要小心一点。这边你看，你看每一个上面都会做一些那个造型，对鱼的造型。它还写的有一些农具啊什么的，包括有一些浮雕花纹啊。它应该也是跟我们土家族那边视死如是生。小心啊，你们千万要注意脚下。哇，天哪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全景，这真的是深深的震撼。下去的时候要小心一点，因为这个脚下它是有很多年代非常久远的棺椁。哇！我透着这个口罩，还能够感受到很大一股味道。看一下，无精无怪，无精无怪。看一下，进入这个洞体内部，能够看到非常多的木料码齐在这里。由于时间的原因，可能这些东西啊摆在这里的棺椁有很多已经破碎了。咱们看这个棺椁旁边，它是做的有这样，这个棺椁上面做的有这样的井支架。如果在苗族那边呢，它这个4个角的呢为女性，但是瑶族这边的我们不太懂。可以看到，这样一直过来，到那边全都是。它的主洞道是跟这么过去的。我们现在过去查看一下。小心呐，小心！哇！从这边过来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天窗，那里有光。这个洞厅高达10几米，从地上散落的石块来看，应该这个洞穴形成的年代不会超过1000年，还在发育当中的一个洞穴。从这么一直进来，有很多的棺木碎片，那里几根树坑，
那个树根已经垂下来了。在查阅古籍的时候，了解到以前的瑶族先民呢，在这个寨子里面，年纪大的老人过世了之后啊，同寨的人呢，会将这位老人分而食之。后来有母女3人呢，他打破了这个习俗。据说那个老人走了之后啊，他的那个女儿和他的儿子觉得把他吃掉有点残忍，将那位老人呐，给弄到这个洞里面，就是这个洞里面藏起来了。后来村里面的人知道之后就询问他，他说他的妈妈养他们太不容易了，最后他们就把这个风俗呢改为了宰牛祭亲，用一条牛来替代了他母亲的那个身体。这是一个传说故事，是从古籍里面查阅到的，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。据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青瑶洞藏，曾经里面是失过一次火，然后呢有上千具棺木被火烧毁。现在我们来到了它的另一个大厅，这空间差不多有几10万个立方，地上有正在形成血珠的石头。这边有一个出口，我们向这个方向过去看一下。这边有一些石头被人码成了这样的柱子，不知道是干嘛的。这边能够看到有光，这边有个岔洞，你去这个岔洞里面看一下。这个洞穴的洞顶呢，有好多蝙蝠。我们从这个小岔洞又会通到哪里呢？过去看一下，这是一个水溶裂缝向下去的。结束了这个洞道，可以看到这边已经到了尽头，这就是一个水溶的小裂缝。现在我们随着这个青瑶洞藏主洞道继续向前前进，看一下前面还会有什么样的发现。据传闻呐，以前有户外博主来这里拍摄的时候，出现了幻觉，但是我这进来的时候还好，感觉一切正常。这就像一个金船呢，看这个腿，这是头，很大一尊金蝉石。这个前面好像是一个天生桥，这是一座古桥吧？这个渡槽。从这边过来，能够看到这里有一个修建年代很久的渡槽，这个上面有流水声。看这个地上的叶子啊，全部是呈这种红褐色的。这边有个洞道，看到没有？有明显的分界线，这是怎么形成的呢？哦。这里也是一个洞道，看这个年代看起来非常久远了。现在从这里继续看一下，这个洞道看起来不深，然后里面也没有棺木。据说苗族先民他对这个洞藏选址非常的考究，第一是要够大，再就是要通风透气。那个上面有一个小裂缝啊，但是我们不上去了，我估计我挤不过去。可能从这边原路返回了。
现在我们从里面撤出来了，这里面的场景啊，对于我一个土家族的人来说，确实是匪夷所思、触目惊心。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让我们平常看不到的一幕，感觉这次的旅行探险还是非常的有意义。那本期视频呢，我们就拍摄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